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休闲动作游戏《雪人兄弟3代：不可思议的冒险》。这款游戏出品于2002年，是一家墨西哥公司出品的山寨游戏，主要是模仿了雪人兄弟初代的玩法，借鉴了关卡的设计，怪物和人物方面的贴图有所替换。另外也有自己原创的 BGM， 说原创倒不一定，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扒来的，但是它至少是做出了替换。另外人物发射出来的不再是雪球，而是足球。由于是一家墨西哥公司的作品，一批穿着墨西哥的队服，二批穿着韩国的队服，所以在有一些版本当中，这款游戏的标题直接就叫球童。关卡的长度仍然是50关，同样是可以双打的，甚至咱们每次过关之后，需要把敌方掉落的各种道具捡干净之后才能够过关。人物的升级也包括了攻击的范围、攻击的效果，还有人物的移动速度。整体来说，游戏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原创要素，所以不完全是换皮的作品，也能够打出类似拳兽的奖励。咱们攻击的时候拉方向的上，足球还可以向上方进行投掷，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。第10关就是 BOSS 战了。本关的敌人看起来是一只长了角的霸王龙。这个场景也没有原版的各种台阶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款游戏也是有 bug 的。之前我自己练习的时候，在后面的某关 BOSS 处就发现了，它同屏显示的单位数量是有限制的，如果再多的话，就极可能出现贴图错误。这种贴图错误的表现，就是直接不再显示这个单位了，但是它事实上还存在，甚至还有攻击判定或者移动。所以有的时候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就挂掉了，其实是被敌人撞到或者攻击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咱们投石问路，也就是使用普通攻击对自己进行保护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游戏的剧情就谈不上了，不清楚为什么2个球童要和各种怪物进行战斗，使用的道具还是足球。并且通关之后会有一张图片出现了7个穿着比基尼的妹子，这张图片也可能是制作组从不知道哪个网站扒下来的，但是我详细的看了几分钟，发现这个图片也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，
就是几个模特吧，所以最后会给大家保留的。游戏当中还可能出现一个道具，是球童的头像。咱们捡到之后，屏幕上会出现几个小怪，咱们用雪球啊，不对，用足球把它们干掉之后，会给咱们几个字母，字母凑成一个单词，可以获得一个奖命。第二关的 BOSS， 原版的 BOSS 是一只大青蛙，但这个 BOSS 它会左右移动，而且它发射的炮弹，你推出去之后也会爆炸，并且有攻击的判定。所以这个 BOSS 无论是移动的轨迹，还是攻击方式，都是经过了重新设计的。这样设计之后，就导致它的难度有所上升。好在血量并不多。看准 BOSS 落下来之后，咱们再把足球推出去。之所以发现有3代，是因为我在练习2代。我还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呢，玩了一会儿才发现是一个山寨游戏。2代我也练习了一下，和1代相比，它最大的进步是可以从台阶上跳下来，这样人物移动的路线就更加灵活了。但这种操作会影响到一些关卡的设计思路，因为初代的一些版面，有些地方你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，或者说你跳进去之前，里边最好有一个怪物，你可以把它冻上，然后垫脚跳上来。上方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木乃伊战士的敌人，这个敌人在原版也是有的，是一个相扑的形象。第2关的忍者是最讨厌的怪了，他旋风的话你需要等，本关台阶的高度是比较高的，咱们直接跳是跳不上来的，所以需要把敌人固定住，然后垫脚。目前来看，游戏的流程进行的还算顺利。咱们9分钟就打了27、8关了，但是这款游戏由于很多 BOSS 经过重新设计，难度上也是直线的上升，或者说打起来比较繁琐。原版初代的一些攻击机会，或者是攻击套路不再成立。这关里边有好多小的隔断，实在是太讨厌了呀。两边的 BOSS 会吐出几只鱼，鱼会分上中下3路。基本上我的水平只能控制住2路。大家注意，左路的第2层有一个足球，就若隐若现了。
这里就是触发了 bug。下一关的时候，直接会有的敌人你看不到。我自己练习的时候，根本想不明白啊，为什么挂掉了。后来仔细观察，才发现，原来有的敌人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从关卡的数量上来说，咱们已经打了60%了，但从游戏的时长来说，咱们才打了一半。这几个小怪清理完之后就会讲命，凑成了一个单词球。每一关我都是趁着无敌时间拼命的往上跳，想着从上路从高处对敌方进行压制。但是碰到很多的关卡，它的版面设计会出现很多的死角或者单独的空间。这一关的思路还是要快，因为有忍者类的敌人，你稍微慢一点，它就开始旋风了。正好借助一个足球下来，把2个道具捡了。这2个忍者所在的区域，如果你不垫脚的话，就上不来了。所以我控制住一个，等另外一个过来。他旋风的时候，咱们很难打到他。往后站一点，等他把自己转吐了，然后再把他冻住。这关我一看有2个忍者，先清忍者吧。变成了大头娃娃。原版里边这个道具只是头变大了。但是在本作里边，好像是整体都变大了。是身体的局部变大的这个道具，我想到了一个应用，应该是有前景的。本关左右各有一个坑，跳进去就很难出来了。第40关的 BOSS， 上方掉落的小恐龙和 BOSS 是没有关系的。BOSS 的攻击方式就是吐这种火骷髅。火骷髅最恶心的一点是，它落地之后会持续的燃烧，并且呢可以融化你打出来的足球。我说对了吧？我没说雪球啊，我说的是足球。它燃烧的时间还很长，但如果它燃烧之后消失了，你看不到了，就很容易踩上挂掉。并且有些时候跳下来的小恐龙也直接就消失了。因为本关有2个 BOSS， 这2个 BOSS 都在发射火骷髅，并且上方也不断的掉落小恐龙，所以单位非常多。多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单位不显示啊，这才是本关的难度所在。2个 BOSS 的血量是单独计算的。
看起来下方的这个坚持不了多久了呀。这个地方危险了，因为 BOSS 每次张嘴是吐2个火骷髅的，但是左右各显示了1个，说明有2个消失了，咱们不知道具体位置，只能用足球来探一下路。干掉了1个，剩下1个出现 bug 的几率就不是那么高了。我没有详细考虑足球下面的路线，导致最后一个推了一个反方向。这个东西仓促之间，我实在有一些想不好啊。最后一个大关，很多关卡反而是比较好过的，因为它的屏幕是上下循环的，咱们跳到坑里，直接从屏幕的上方出来，非常适合开场就这么干，这样你的无敌时间能够直接用到上层，清怪的效率就非常高。4个道具，谁也不挨着谁啊！我刚才走的这个路线肯定不好，应该从中层开始走。这次吸取了教训。会横着冲的这个怪难度不高，他在远处发现你的话，直接会冲过来。咱们用足球可以直接将其击落。46关有一点讨厌了，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啊！刚才这个怪，我在上边，他下去；我在下边，他上来。本关的场面一度非常混乱，很多怪我感觉是误打误撞，我也不是想要直接把它推中，结果它就挂掉了。人物该升级的部分早就升满了呀。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录制重置版本速通的时候，好像第一个大关人物的属性都没有升满，一些观看的小伙伴着急了很久啊，根本没想到过了10关竟然没有捡到蓝色的瓶子。这个 BOSS 战的打法和原作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唯一可惜的就是上边没有吊着2个公主啊，导致我打 BOSS 的动力不是很足。眼尖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，刚才也是引发了一个 bug， 有一个怪变成足球了，但是贴图消失了。我发现了，记着在哪，所以推了一下。如果没发现就危险了呀。这一波有3个怪，球在火堆里边是动不起来的，不断的融化。
所以看起来是足球，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雪球。右边的挂掉了，这样就好打多了。咱们站位稍稍偏右一点，可以了，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山寨游戏《雪人兄弟3代：不可思议的冒险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